好 ，OK，welcome back， 同学们欢迎回来。刚才给同学们讲到了这么一个关于例子和结论之间因果关系，实际并不是在这儿出现，在早年的真题，就最近的真题当中也有出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04年的真题。04年第一篇文章，在46页。题目呢是在44页上面，就是47页上面，47页的44题。说 Why does career site agent offer each job hunters only 3 job options？ 为什么这个职业网站的代理只给每个找工作的人3个工作的选项？为什么只给3个？那么像你的结果就是我给了你3个，那先问你为什么只给3个？那么回到原文当中去找到，在倒数第二段当中的倒数第二段的第二句，倒数第二段的第二句 ，When careers the site agent sends out messages to those who have signed up for its service. For example, it includes only 3 potential jobs. 或者好 those it considers the best matches. 定位如果一旦出错，或者没理清楚例子和结论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很有可能会去直接读破折号后面的内容，把它认为是原因，叫做 those it considers the best matches， 他们认为是最好的3个匹配，他们认为是最好的3个匹配，所以有同学在选择答案的时候说，他们只给3个原因，就是由于他们想去关注于更好的工作职位。A 选项叫做 to focus on the better job matches。那么现在我问你一句，他们为什么只去关注于更好的 job matches？ 你不能因为爱所以爱啊，这不是真正的原因，你得去找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真正原因在哪儿？真正原因在结论，结论在哪儿 ？For example， 往前找，往后找，往前找就像我刚说的，对不对？那句话，第一句说的是什么 ？Some sites design their agent to tempt job hunters to return， 这是原因。有些网站将他们的搜索代理设计来引诱，或者说是吸引消费者这个就是求职者回访。因为你的网站做网站，你靠的是 PV， 你知道的是 page viewers number， 你的 PV 的数量的多少来赚钱的，广告流量的多少来赚钱，人流量多少赚钱。之所以这么设计的原因只有一个，之所以给照片就是为了前面的，这是结果，结果已经摆在你，原因已经放在前面，结论就在前面，结论就是原因，看清楚了。所以答案只能选择哪个 ？A、B、C、D 4个选项，只能选择 B 选项，叫做 to attract more returning visitors。这是思维，这是定位，这是因果。所以考研是这么玩的，它是相通的。你只要定位定准了，那你 A、B、C、D 4个选项，你就是你给我怎么说？你说老师，我觉得 A 和它的替换，我觉得替换挺好的，定位就错了，一开始就错了。我没有说 A 就错 ，A 就我看这个题目的时候，说实话哈，我 A、B、C、D 4个选项我都会看。我这没什么好说，我也会选，觉得 A 挺好的 ，B、C、D 也觉得 C、D 我觉得挺好的，我不会说一下我就知道是哪个，我也不可能一开始我就理清楚。但是我一旦看到 for example， 又看到题干当中出现 Y 的时候，那我脑海里面马上就反映出例子和结论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我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一旦形成以后，你后面做题就会容易很多。来，继续。我之所以这样跟你讲题，目的只有一个，就告诉你早年真题是必须得使用的，每个题目都得理清楚。早年的真题在日后就会重现出来。96年考了，06年考，16年会不会考，15年会不会考，谁也说不清楚。好，现在回过头来继续来看到我们这个265页上面的
看到266页上面。266页上面，266页上面的这个68题，68题，这也是个细节题。你看，这个细节题说，这个人的书 ，K 同学的书 is intended to 是想干嘛 ？K 同学的书想干嘛 ？K 同学的书想干嘛？那么现在你去找找 K 同学的书在哪里？他肯定有本书嘛，对不对？K 同学第一段没出现吧，对吧？第一段出现 K 同学。好，第二段的第一句出现了 K 同学。The first 4 chapters of the Catcher's book give a very brief introduction to evolution. 这个人所写的书的前4章就非常简要的去介绍了进化论。At appropriate places, he introduces the criticisms of the creationists and provides answers. In the last 3 chapters, he takes off his clothes and gives the creationists a good beating. 这个应该看得出来。He describes their programs and tactics, and for those unfamiliar with the ways of the creationists, the extent of their deception and distortion may come as an unpleasant surprise. When their basic motivation is religious, one might have expected more Christian behavior. 那么有的没的东西说了一大堆，但是总体来讲，重点在哪里？前面4章他做了一个非常简要的介绍，去介绍进化论，然后在最后的3章，那么他呢是前面这个把他的手套脱下来 ，takes off his gloves and gives the creationists the good beating， 狠狠的去抨击了，这是比喻，这个能够猜得出来。那么也就是说他是支持进化论去反对创世论的。那么现在 A、B、C、D 4个选项 recommended the views of the evolutionists。 B 选项 expose the true feature of the creationists, the cursed bitterly at the opponents, launch a surprise attack on creationists。 至少说去攻击 creationists， 这你是可以知道到的。实际上这种文章的出现，就说记住这种文章属于什么文章，你在旁边可以标注一下，这种文章属于是驳论型的文章，或者叫做就是驳论型的文章有2种，第一种呢就是介绍，一本书，然后在书中的作者反对谁谁谁，这第一种。第二种呢是文章介绍某人的一本书，然后文章作者驳斥这本书的观点。
但有时候不一定是输了，文章也行，或者直接是介绍一个观点，然后这个观点是为了反对另一个观点的，或者介绍某一个人的观点，然后文章作者去驳斥这个人的观点。我们都把这类型的文章都称之为是驳论性的文章。驳论性的文章在最近几年特别活跃，我可以带给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让你们来见识见识最近几年是怎么个驳论性的文章出现的。219页。看219页，219页，首先前3行讲到了说 ，Come on, everybody is doing it， 来吧，每个人都在这样做。这是一个广泛传播的信息，一半是邀请，一半是强迫。这是大多数人，我们就在听到关于同龄人压力这个单词的时候，大多数的人会想到的。而同龄人的压力，这个意识的同龄人压力，往往会导致不好的东西，比如说酗酒啊、吸毒啊，或者滥交啊这些。但是 in her new book， 又来了，在她的一本新书当中，这是一本什么书呢？书的名字叫做 Join the Club， 叫加入俱乐部。这个书的作者呢叫 Tina Rosenberg。那么 Tina Rosenberg 的观点 ，contents， 你看这是关键词对吧 ？contents 这个单词你也记住，它就等于 think。你以后只要你在写作、在阅读的时候，你认为它 think 就 OK， argue 都一样的，都叫关键词，反正都是一个类型的。上次同学们看过的对吧？啪啪啪的观点就出来了，啪，这个后面自己观点是什么我就不管它了，反正就是他谈他的观点。然后第二段继续说这个罗森伯格这个人。这个谁谁谁很牛的人啊，不说了。第3段开始，你看 ，the idea seems promising， 这个观点谁的观点呢？就罗森伯格的观点，看起来呢是有希望的。而且罗森伯格这个人是一个有洞察力的观察者 ，perceptive observer。作者在夸他呢，这谁说的话？作者的话，文章作者的话，而且还告诉你说 ，her critic is spot on。你看他句子就看 ，her critic is spot on， 他的批评是在点上的。好了，你看1、2、3第4段开头，作者开始露出他的真实面目了。但是，逗号之后 ，Rosenberg is less possessive， 说服力不够。然后你看倒数第2段 ，There's no doubt。你说老师，你看又来毫无疑问，好像又在肯定这个罗森伯格的观点。你看最后一段呢？最后一段是 far less certain is， far less certain，less 是什么？否定。certain 是什么？肯确定的。far less 是非常不确定，而且还是什么词 ？However， 最后落脚点，也就意味着这篇文章当中，你来告诉我，作者对于罗森伯格的观点是支持还是反对？肯定是反对的。这样的文章2014年又考了一次。今天考的不是一本书，考的是一个计划。考的是谁的计划呢？英国的一个大臣，他提出这个社保方案的改革。作者前面说这个社保方案好的不行啊，啪啪！我一看这几句问题，因为在中间就出现还有他这个措施看起来是很合理的，什么 seems reasonable and practical， 什么啪一堆。pragmatic， 到最后的时候，露出他的真实面目。这就是经济学人常用的文章写作方式，驳论。我先给你介绍它是什么，我听上去反正，而且你要记住一点，文人写文章他肯定会这样。比如说，我想骂谁，我是把他说的非常不堪呢，还是把他说的很牛，然后再骂他呢？我可以把他说的很牛再骂他呀，因为你很不堪的人，你骂他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你就很 low 了，你的级别就，你把自己搞那么 low 干嘛？你骂一个废物，一个草包，
你肯定说哇，这个人牛的不行啊，他观点太好了。但是你看，我还是发现他这不行，说明我更牛。就好像我们在生活中不要去骂自己的前任是一样的道理。就你说你把你前任说的那么不值，那么的不堪，那你跟他干嘛？你不是自己很 low 了吗？同样的道理，你去骂一个很 low 的人没有意义，所以你还是会去说他好，咔咔一堆，不错，咔，这是学术的特征，都已经有定论了，就不存在了，就不存在了。当然有时候，这个有这种深仇大恨的，也有这种就觉得就完全就不能忍，也有这种文人。有这种文章，我们之前在传统课程上专门讲过的关于未来诗歌，像那篇文章，作者就基本上是赤手空拳，基本上就斯文扫地。你来回顾一下，看当年是怎么骂的。这基本上也不讲什么斯文，就没有什么斯文可言了，就基本上跟学者无关，没任何关系了，就直接骂，直接骂。这家伙，看骂的特别过瘾。285页上面，你看第3篇文章，当年285页上面的。第3篇文章，你看，还记得吧？第1段的第2句话 ，With regard to futurist poetry， 当谈到未来诗歌的时候，然后破折号结束 ，It can hardly be classed as literature， 未来诗歌绝对不能叫文学。然后第2段就给你介绍未来诗歌是怎样的，第三段继续介绍未来诗歌是怎样的，未来诗歌是怎样的。然后第4段开头直接告诉你 ，This, though it fulfills the law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futurist poetry, can hardly be classed as literature。这个东西绝对不能叫文学，不能叫文学。骂得特别狠，这篇文章就不是，你根本就不叫文学，我就不跟你讨论，你连文学都不是，我跟你讨论啥？这是我们讲的驳论型的文章。那么驳论型的文章的观点怎么去把握？这是给同学们所讲到的。96年的题目呢，相对来讲就给同学们讲到这个地方。有些其他的题目呢，我们在后面的这个课程当中，如果有时间，我们还会给同学们进行讲解。我们现在看一下97年的题目。97年的题目。97年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我们先把最有代表性的文章给同学们讲，就是来自于这个269页上面第4篇文章。我们看一下269页上第4篇文章，这篇文章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首先一起来看一下第270页上面的这个63题，就270页上63题，273页63题。Senator Robert Dole criticized Time Warner for， 说参议员罗伯特 Dole criticized Time Warner， 去批评了泰姆华纳，时代华纳，这是一个当年很牛的公司，现在被美国在线收购，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我们也没有去关注它了。原因是什么 ？For， 又是问因果，因为什么？你现在知道结果是什么？参议员去批评了这家公司。先问你结果，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参议员会批评这家公司？那么现在回到原文当中来看一下。首先 ，No company likes to be told it's contributing to moral decline of a nation. Is this what you tended to accomplish with your careers? 首先，第一句话告诉我说，没有一家公司想被告知他们造成了社会道德的滑坡。没有哪家公司想被告知他们造成了社会道德的滑坡。那么下面这个题干的主角就粉墨登场，参议员 Robert Dole 就开始说了 ：“Is this what you intended to accomplish with your career？” 这就是你们想要完成你们的职业生涯吗？你们的职业就想完成这个吗 ？You have sold your souls， 你们已经出卖了你们的灵魂。But must you corrupt our nation and threaten our children as well？ 那你还想去搞垮我们的国家，
威胁我们的孩子吗？这就说明他们在斥责这个参议员呢，在斥责时代华纳公司。At Time Warner, however， 但是在华纳公司呢 ，such questions are simply the latest manifestation of the soul searching that has involved the complete ever since the company was born in 1990。在1990年这家公司诞生以来，人们啊就在做这样的一些思考 ，soul search， 触及灵魂的这样一些发问，而这些问题只是说做这些思考的一个最新的一个体现而已，说一直在问。It's a self-examination that has involved issues of responsibility, creative freedom, and the corporate bottom line at various times。中间加入个插入语表示时间，在很多时候，这是一个自我检查，而这种自我检查涉及到的问题有哪些呢？涉及到了责任的问题，涉及到创作自由的问题，涉及到公司底线的问题。而在这一堆当中，之所以会骂他，就来自于第一句话 ：No company likes to be told it's contributing to the moral decline of a nation。同样是应用我们的哪种思维方式？第一段话就是结论，然后后面其实这个指责它只是一个例子而已。没有哪家公司愿意被告知，喜欢被告知它造成了社会道德的下滑，这是个结论。然后下面就谈到有人指责了时代华纳公司，然后问你为什么被指责？那就是由于他们造成了社会道德的下滑。那么 A B C D， 那么4个选项，而造成社会道德的下滑，那就是他们社会责任的缺失。A B C D 4个选项 ，A 选项说的 it's a raising of the corporate stock price， 他们增加了公司的股票的价格，这个跟公司股票价格没有关系，社会道德的问题。B 选项说 it's self-examination of soul， 那么这是后面的内容了。这是讲他们自己在做这样的自我的检查了，但是别人批评你的原因，在第一句就告诉你了，没有哪家公司愿意被告知，你就被告知了。这是我批评你的原因，我之所以批评你，就是因为你造成了社会道德下滑，而你造成社会道德下滑，能够对造成社会道德下滑进行同一计划，一个公司造成社会道德的下滑，那就肯定是对于社会责任的忽略。而你往后读的这些内容都不是原因，都是被指责之后他们或者说在被指责同时他们在做的事情。第4个选项说 it's emphasis on the creative freedom， 他们强调创作的自由。文章中在第一段压根没谈到他们强调创作自由的问题，就是社会责任的缺失，就是对第一句的同义替换。好，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时代华纳公司被人指责称他们造成了社会道德的下滑，被指责了，我指责你，就是因为你认为你造成了社会道德的下滑。好，现在第一段介绍完毕了。第二段 at the core of this debate is the chairman General Levin。在这场辩论的核心的人呢，是一个叫做56岁，一个叫做General Levin 的一个56岁的一个人。他呢是在1992年的时候就接替了已故的 Steve Ross， 这个单词 late， 已故的。这不是迟到的，他表示这是已故的。他92年接任的时候，92年就接替了这个人，这个人是已故的。考点就在这儿，这个单词值2分，就这个单词，待会儿就看了。在财务方面 ，on the financial front, Levin is under pressure to raise the stock price。他有压力，他得提高公司股价，而且减少公司的巨额的债务。现在巨额债务在他完成了2次有线电视的并购以后，已经增加到173亿美元。He has promised to sell off some of the property。他承诺要去卖掉一些资产 ，and restructure the company， 重组公司。But in
investors are waiting impatiently， 但是投资者已经等不及了。The flap over rap is not making life any easier for him. The flap over 这又是一个短语，这个 flap over 本来也是它字典意思表示焦虑，也是焦虑的意思，拍打翅膀的意思，对于焦虑的意思。但是呢，实际上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争论，对于这种 rap 的争论，并没有使他的生活变得更好。Levin has consistently defended the company's rap music on the grounds of expression。这个人呢，这一直以来呢，都在捍卫着公司的这个饶舌音乐。他基于的理由呢，就是表达。92年，华纳公司呢受到了攻击，因为 Ice-T 乐队呢就发行了一个暴力歌曲，叫做《杀死警察》，杀死条子，警察杀手 ，Cop Killer。Levin described the rap as the lawful expression of the street culture。他呢就认为，说饶舌音乐呢是一种街头文化的合法的表达形式，它应该有个渠道，并且他在华尔街日报 WSJ 专栏上撰文这样写道 ，column 专栏对吧 ？column 专栏，在专栏上写道说 ，the test of any democratic society， 对于任何民主社会的测试 ，lies not in how well it can control expression， 并不在于它能多好的控制表达，而在于它是否能够给给 give freedom， 所以这地方应该是这样一个搭配，记一下，叫做 give something something。我们习惯的是 give somebody something， 对吧？但是其实这地方是 give something something 的搭配 ，give something something， 而在于这个社会 ，it 是指社会 ，give freedom of thought and expression， 这是第一个 something， 相当于是 give A， 然后呢 ，the widest possible attitude。The widest possible latitude， 这下面是 B， 就是另外一个 something， 直接翻译就是给思考和表达的自由以最可能宽阔的纬度，对吧？一个社会对于民主社会的测试，并不在于这个社会能多好的控制表达，而在于这个社会是否能够给思想和表达的自由以最可能宽阔的纬度 latitude 宽度，也就是你给的自由是否够。我翻译成中文就是你是否能够最大限度的给思考和表达以自由。但如果直接翻译成中文，刚才是稍微转了一下，如果直接翻呢，我就是翻译成说是否能够给思考和表达的自由以最可能宽阔的纬度，对吧？这样的话就更忠实于原文，但听上去翻译相对比较浓一点，也可以。然后马上他逗号之后再告诉你 ，however， 这个地方 however 不是表示转折，而是表示无论多么怎么着。它应该放的位置是 disputable 和 irritating 的放到 be 后面 ，may sometimes be。如果直接翻译成中文是无论这样做的结果，在有些时候有可能是多么的令人争议和让人不爽，这是他的观点。所以这是一个绝对自由主义者，绝对主义者。We won't retreat in the face of any threats。
在面对任何威胁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撤退。这哥们儿态度很强硬，任何我都不撤退，任何情况下我都不退让，我都不退让，这是他的观点。通过这3段话的学习，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对于这种社会类型的文章的语言的感知，写得很漂亮。我们尝试着在我们自己的写作当中也可以用一些这样的表达。你看整个这句话 ，The test of editing the democratic society, he wrote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column, lies not in how well it can control expression, but in whether it gives the freedom of the thought and expression the widest possible latitude, however disputable or irritating the results may sometimes be。 这也是在我的长难句的书当中重点讲过的一句话，也建议大家把这样的长难句能够背上那么20-30句、40-50句。我要求是背上66句，你只要有66句话能够把它背下来，在脑海当中能够把它句式结构给展现出来，那你对文章本身的理解就上了一个台阶儿。那么后面还有2段话，我准备给同学们细细讲一讲，然后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再回来。